大家好，这里是造租喜，今天是2020年的1月28号，大年初四，本应该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，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们都不得不孤独的和其他人隔绝，甚至有的人有家也回不去。我所生活的城市天津，今天已经有24例确诊。当大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，这个数字还很有可能会增加。虽然有点不合时宜，但是热爱拍照的我，还是非常希望用镜头来记录这个特殊的日子，也想分享给在家中的你们，和我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生活的城市现在怎么样了。今天我要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天津古文化街。在春节这儿一般是最热闹的地方。不过我刚刚导航过去的时候，地图已经显示古文化街暂停营业了。我今天所走的是从魏京南路到魏京路，再到南门外大街，从南到北贯穿了天津的一条比较重要的主干道吧。当然在过年期间其实应该还是挺堵的，因为大家都会走这条路。今天的话其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我以为路上不会有太多的车，现在大概是12点不到，其实车还是有一些的。到了海光寺这里，车越发多起来了，因为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家乐福超市，这边我猜应该会有挺多人去买东西。然后我觉得比较欣慰的一点就是，在一路上过来，我看路边的行人基本上没有不戴口罩的，很在意这个事情，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。刚说这个都戴口罩，旁边就有一个大爷没有戴口罩。好，前面是天津年轻人很喜欢去的一个购物商场南开大悦城。从外面看，感觉肯定是在营业，星巴克可能没有营业，这家星巴克应该也关门了。好，果然是已经封上了。我把车找个地方停一下，然后我下车去看一下。我刚才找了很久，然后好多地上的停车场都封了，不让进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停好车了，我准备武装好就出去了。其实正如大家看到的，确实古文化街都关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游客来这边逛的。其实我今天选择相机有一点点失误，我应该选择一个手动对焦的相机，因为这台机器有点吵，就是你拍摄回卷的时候声音太大了，然后你肯定会滋扰到被拍的人，而且现在的情况大家可能都比较紧张，所以还是能默默的拍照会更好。其实不用看也知道，这边只要是垃圾桶里一定都会有口罩，有的人丢的还挺好的，能看到的缠在一起，有的就随随便便就丢掉了。然后我现在走上来的这个桥叫金汤桥，古文化街周边的一个
算是景点吧，比较著名的，因为桥造的还挺特别，挺好看的。太脏了，看不出来啊。因为拍东西，拍玩呗。哎，空气不太好。这家也是一样的。是。你在屋里还不如这好了。对，反正没有人就行。人没有人，咱们不就安全吗？对。一路走过来，我觉得最自在的不是那个拍照的大爷，也不是还在河边钓鱼的人们，而是水上的那些鸟。病毒好像对他们完全没有影响，确实，的确完全没有影响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我又走回来古文化街的门口，所以我就准备回去了。接下来我准备去下一个地方，就是滨江道，也是人们逛的比较多的地方。我先简单说一下我的感受吧。其实，有我觉得做的还不错的，因为我有注意地上有没有乱丢一些垃圾，其实还是挺干净的，算是井井有条。大家就是不是很仓促的就回去都躲起来了，而是按部就班的把该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好，然后才回家休息。商户也好，还是居民也好，我觉得有人在外面逛也正常啊，其实还是挺少的。有可能他们不知道有原计划，因为我看有一些可能是外地游客吧，他们可能原本计划好了就是来天津逛一下，既然来都来了，顺便就出来一趟。从商场地库的车的数量来讲，确实人少了很多。我穿过商场，大致看了一下，商场里还是有一些顾客的。然后出来之后呢，发现劝业场中间摆了很多的临时的这个棚子，就是装饰成不同的样子，应该是临时被撤走了。小车啊什么之类的还来不及搬走，只是把人和东西撤走了。而且里面之前张贴了一些类似，比如说通过检查之类的一些告示，可能刚刚摆过来的时候，可能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，现在就是干脆就全部撤掉了，撤的比较局促吧，因为里面有的还有一些东西。然后刚刚我也有看到，有拿货车临时把里面的一些食物啊货物临时才运走的。就像这样，还有很多丢在路旁的食材没有来得及清理。因为这里毕竟是购物街嘛，所以说不是所有的商户都关了门，关门的是一大多数，但是这种比较大型的商场还开着啊。星巴克已经关掉，跟我刚才路过的这几家的情况是一样。这边逛的人肯定是要比古文化街那边多，因为那边就是完全关掉，这边还是在算是正常经营的一种状态吧。然后如果你进到商场里面，你是需要查体温的。现在去吃的话，
刚刚路过了一个药店，基本上就是陆陆续续还会有人去问有没有口罩。但是上面写着这是2月份才会有吧，早就卖完了。好，那拍照好，拍照特别好。我现在来到的是南京路，是天津也比较大的一条主干道，而且两边有很多的商场，所以平日车是非常多的。今天的话，车其实也并不少啊。人行天桥上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前面有很多的武警啊，或者说是卫生控制人员在那边去测量体温什么的。看这里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要有 B 站，我们可以互 follow 一下。可以。好。春节时候没去那个他们几个亲戚啊，没聚一块儿，他们拿 FaceTime 聚餐。然后我其实比较喜欢拍胶片，你看这个就是我刚拍完的，再过几年之后再翻过来看，可能会更有意思嘛，对吧？但是数码照片有可能你就不太在意了。对，电子的很容易保存，但是要是丢弃也更容易。对。像东南亚那些朋友们，他们已经开始抢口罩了，马来西亚口罩已经断货了。这样可以，我开始拍了。听那个老一辈说非典都没有感觉。哎呀，对，你们没怎么赶上，我那时候是上初中，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没有这一次管控的严格。看你走到这种商场，有那么多这种管控的人员去测体温，就是我们的反应肯定是要比非典时期要强很多，还是有很大警惕。对，好了，那你们两个拜。和刚才两个应该是00前后的小朋友聊天，真的忘记我讲到哪里了。视频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，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视频能更多的了解到咱们天津现在的状态。这的确是非常严重的疫情，但是我们也不用一味的悲观，理智与乐观才是渡过难关的不二法则。就像这几位在西开教堂门口玩滑板的少年，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追求美妙的人生。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。我是赵祖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